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蓄水池里面的水已经在正式开始用了。然后现在距离我们放水已经放5天了，我们看一下这5天我们到底放了多少水。然后现在呢，我们在租房子这边的房子，已经开始用蓄水池里面的水了。来看一下吧，听到没有？这个水流声音好大呀！我先爬上来，1、2、3，好。哎呀，之前你们有建议我们在这个蓄水池做楼梯，确实应该做一个，因为现在爬上来太难了。打开看一下，听这个水流声音就觉得这个声音好大，然后水流的话应该会比前几天要大一点。哇，看一下，这么多水了，放了5天，放了这么多，看来很快就可以放满了。而且我们下面也在用边放，都能储存这么多水了。现在我们用木板门来当盖子盖住，里面也没有一点杂质，这个水还是非常干净的。我们现在就是临时用这个塑料袋给它盖住，然后上面再盖一层这个以前老房子的门板，给它放到上面。你们都建议我们赶快把这个蓄水池的盖板给它做好。我们两边有做一个锁扣，给它锁住。但是现在天气太冷了，做不了，因为天气冷的话，那个水泥和砂浆它就不容易干，干得太慢了，而且那个。如果被结冰了的话，就更不好干了，而且它做出来的效果也不好，所以我们要等天气回升了之后才把这个盖子给做好。把盖子做好了之后，我们这个蓄水池就完美了。去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蓄水池水已经在正常开始用了，看一下是怎么接下去的。它是从这里过来，然后看到这根水管，它是进水管，就是从我们那边山上拉下来的水，然后出水管是在这里。往这里下去，我们是用这些塑料布给盖住的。然后这里有一个开关，看到没有？有2根，2根开关。这里这个是放那些废水的，然后这颗就是正常的水。你看现在的水管已经接这么长下去了，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它接到那里，然后我们正常的放到下面租房子的房子里面去，就是很顺利的使用。再来看一下我们水桶里面的水。今天早上是放满的，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做了一顿饭吃，就用了1格。到时候施工方来做饭的话，我们也是用这个水桶里面的水，肯定是不能用蓄水池的水的。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是我们滑沙下来的这个大水管，就是往这里滑下来，然后我们的这个管子也是从这里放下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以前没有修这个蓄水池的时候，它这个管子就是从那边那个水井里面拉过来的管子，现在还在流水。它因为水井里面还有一点点水，我们给它放过来。然后这里这根管子就是我们蓄水池里面的管子，如果把那里的闸阀打开的话，它就会往这里流下来。然后水井里面没有水了，我们就把这里这个开关给打开。我们到时候来处理一下这里在漏水，李俊应该还不知道，我刚刚才看到的。然后把这里打开了之后，这根管子连接这里，就可以直接放到我们的房子那里去。现在我们蓄水池里面的管子，它是只能供应我们租房子这边用来冲厕所或者洗衣服。然后我们这个水井里面放出来的水呢，就用来放在我们老房子那边去，用来做饭吃，用来供我们饮用嘛。因为在蓄水池里面那些以前刷了防水，然后还刮了水泥灰，这样的话它在水里面有一些杂质，可能我们看不见的杂质，所以我们就不能直接饮用。我们现在饮用呢，也是在水井里面拉水过来饮用，这样会安全一点，因为毕竟我们家里面有小孩子和老人嘛，然后要保证他们的健康，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考虑的十分周到。现在我们蓄水池里面的水也蓄了1/3，我们塑料水桶里面也完全是满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水是完全足够的。到时候施工方来修路的话，他们需要我们也可以提供，也再也不用担心说谁来这里然后没有水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完全足够了。然后不管是洗衣服呀，还是到时候用来灌溉
一些蔬菜呀，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们来到我们这里修路，虽然我们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他们都是直接请挖机来，用挖机挖会快很多。我们帮不上什么忙，我们也可以在吃喝上面提供一些帮助，这样我们也算出了一份力。现在水也有了，路也通了，大家都在跟我们说这里适合种一些什么水果。当然，大家看到的就是一排的芭蕉，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香蕉。我们以前种了一排，现在也长大了，然后也结果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天结的果实，还以为被冻坏了。结果还是完好无损的，一点都没有坏，是不是很完美？这个香蕉不知道它会不会长熟。我们这里适不适合种香蕉，就看一下这一串香蕉能不能成熟。如果能成功的成熟的话，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的种植。因为这个芭蕉树它很容易存活，就是在冬季的时候下雪，它会被雪给打掉，然后叶子的话可能会枯萎。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叶子都还是完好无损的，还是青色的。今年不知道雪会大不大，如果大的话，我们再考察一下它这个适不适合。如果它一直都是这样常青的话，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的种植，因为它既好看，可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也可以结香蕉供我们吃水果，是不是两全其美？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芭蕉树的头下面接了一个分管，这个分管就是从上面接下来的水，这根分管是接到我们租房子的这个里面，用来冲厕所、洗衣服用。然后这里这个水管，这里过去的这个水管就是接到我们老房子，用来供应我们吃喝的水，所以现在是非常方便的。分管分出来的那个老房子管子就是从这里出来，大家是不是在表面看不到我们的管子？其实我们已经埋到这个路的下面去了。我们冬季下雪的时候也不会担心它结冰，因为埋在下面的话，它就很少能结冰。如果在表面上露着，因为它的气温很低，所以就结冰了之后，我们的水就放不过去了。现在埋在地底下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就担心的是其他那水接龙头的位置，那个位置会结冰，然后也不会被别人损坏。因为露在表面的话，不管是牛踩呀，还是人用刀这样刮一下，都会刮坏的。现在我们埋在地底下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这些管子都是一些在表面，一些在地底下埋着。然后，以前我们在那边灶台煮饭的时候，就用的是那边的。然后李俊就把这里接成了一个分管，看到没有？这根是留在我们灶台那里去的管子，然后这边这根是在火炉房。我们现在冬季了，天气冷了，火炉房待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用这个是比较多的。那边那棵，现在也在用，只是在水缸里面把它放满。这根管子的尽头是在李子树这里。我们还没有做规划，如果到时候规划好了之后，我们肯定弄一个洗手池或者是洗菜池放到这里，然后这个管子就这样露在这里，这样放水。看现在的水很大，是不是很方便？到时候看一下这个水缸，这里这个水缸是闲置的，我们就拿来放到那里，用来接水做一个流水。如果在水多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流水。然后再在上面放一个猪槽，让它留着。还有这里有一个这个石磨，现在目前我们是在用来做多肉、种花。到时候如果真的需要的话，那个水就留在这个里面，然后那个水就从外面流出来，然后就在这个里面藏着，然后从旁边流出来。如果水多的情况下，像我的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的，一直做一个高山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我们的打算就是先让它这样，我们所有的事情给它规划好，小院给它做好了之后，把这些所有的都做好做完美，然后就会成为我们自己想要的样子。